死者呢，卢瑞亨33，无业啊，靠祖产生活。他祖父是盐运司副使。您跟他认识？听说过这号人，没打过交道。已婚，无子，家中包办婚姻，夫妻没什么感情。继续啊，死者身高1.85米，体重将近80公斤。根据袁科长的分析呢，能把尸体吊到树上，说明这个凶手比死者身量更大。先勒死，后吊起来。这后面的袁科长还没说。袁科长不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吧？如果要是被勒死的话，死者脖子上的痕迹应该是水平向后的，而这个呢是在喉结上方，斜向延伸到两侧耳后。我们这特别侦期顾问不会没学过检验学吧？死者面部干净，没有任何挣扎痕迹，怎么着能吊起来，然后直接给人吊死？这凶手是大力士啊！赵公子手无缚鸡之力，不代表别人就是弱鸡啊。死者颈椎断裂，上段颈骨脱节，只要绳子够紧，寸劲儿够狠，像这样，啪的一下就死了。啪我一脸！哎呀，上去看看。我也上去看看。你上去干嘛去啊？你上去干嘛去啊？我警察办案呢。我记者采访呀。哎，你快拉倒吧，你掉下来我还得伺候你。哎，少爷，扶好了啊！你慢点。他的体内没有检查出药物成分，虽然生前喝过酒，但是并不多。手臂有擦伤，膝盖有淤血，但这些只是轻微的摔伤痕迹。真正的致命伤在他颈椎，第二椎弓断裂。如果是正常吊死的话，怎么会导致椎弓断裂？那除非是非常大的力量和极快的速度。所以才会造成这么深的痕迹。什么能造成这么深的痕迹？招财，跟他们说一下，你都打听着什么了？少爷让我跑遍了柏树街，我听这家店帮工的大爷说，这夜里快1点的时候，这外头有开汽车的声音，突然嗡的一下就把我吵醒了。我这睡觉不算浅，那声音太大了。还有别的声音吗？别的好像没什么了。这晚上有车经过，这很正常吧？他们说，是发动机的声音。对，一共3个人说半夜听到了这种声响，而且是2次，间隔10几分钟。第一次是凶手用车把尸体拽起来的，第2次是他开车离开。什么发动机这么大声，能把屋里人吵醒啊？这就是问题。凶手开的绝非是福特一类做工优良的轿车，而是噪声大、马力大的小货车。像滑轮、麻绳这种工具，也是运货会用到的。凶手的职业范围缩小了，但我现在有一个疑惑：这卢瑞亨从头到尾都没反抗过，他昏迷了？你之前说卢瑞亨死前喝过酒，对，但是那个量不至于喝醉。那老鸨之前说他喝过1瓶壮阳药酒，会不会跟那成分有关？你能验吗？我只能试一试，但是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会被吸收，具体还剩多少成分，只能看运气了。去壮阳药店看看。阔少倘为吊死鬼，恶嫖客吊死古树上。哎，
来份报纸。八大胡同艳鬼复仇记。卢瑞亨是榴莲妓馆的阔少，强暴巧儿致其上吊自杀。黄二丫是人牙子，与儿子黄成一唱一和，以介绍职业为名，拐骗年轻女孩，再将她们卖进八大胡同，以此牟利。这命案今天才发生，报社3、4点截稿，这作者怎么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都搞清楚了？这作者要么是凶手，要么和凶手认识。你认识？我不认识啊。又不认识啊？我这回真不认识。哟，这不是赵七娘吗？个儿长了不少啊。你们认识？老熟人儿。啊，哈，我姐的老朋友，好多年没见了，没想到您风采依旧啊，活到这个年纪，现在知道姐姐好了。哎，我打小就知道。那个啊，这次主要是想跟您打听点事儿。这篇报道上写的八大胡同的规矩写特好，你能不能解释解释这素材都哪来的？亲身经历，来北京这几个月，我扮男装，逛过不少小馆。我打算把八大胡同的情况和里边姑娘的生活都写成纪实报道。前几个月我一直收获寥寥，直到昨天，在柏树街，我碰见了一个女孩。大叔，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啊？我听着听到汽车声音，后来我就睡着了。您好，请问您是韩记者吗？他是被黄二丫、黄成拐卖进汉旦馆的，好在被家人找到，赎了出来。文章里巧儿的事儿，就是他告诉我的。拐卖妇女儿童的产业链，知道源头在哪儿吗？八大胡同。没错，这门生意有着巨大的利益。八大胡同老板们相互通气，形成地下势力网。本地的姑娘能活着出来已是万幸，外地的还有被家人卖进来的，更是求告无门。那如果我们突然袭击，觉得没用，他们早就做好了各种紧急预案，即使你抓到人，他们也不会上庭指证。他们的法律手段准备的都非常充分，就算真的是打官司，也未必能赢，而且会被反泼脏水。第3科科长就这么下来的。汉旦的具体含义，你们知道吗？荷花是含苞待放的荷花。为什么巧儿的事儿把卢瑞亨都吓傻了，他还是愿意去汉旦馆？因为这件茶室里面都是小女孩，变态王八蛋好这口。那我们方便见见那个女孩吗？她不想被打扰。接下来，我还会根据她的口述发表后续报道。这些糟心事儿啊，也该见一见天日了。
谢青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吓我一跳，你们认识啊？啊，一起留过学，武力骑女军官部唯一的华人。几年不见，跟我切磋还需要帮手啊？这位是赵少商，特别侦缉顾问。想起我来了。不知道的以为我空气呢，我是侦缉顾问。幸会。就这个劲儿还当警察呢？我是靠脑力智取的。太有缘分了，大家赶紧坐吧，来2杯咖啡。是，来，请坐。今天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记得你家不是办厂的吗？对，谢小姐家是做日化的，我呢，现在有些闲钱，想在北京开厂，所以托人想和她聊一聊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共襄盛举。这个发油很好用的，只是在北京很难买到。这是刚出的新产品。对，我之前啊在一家女子美发店买到过1盒，我与你说过的。那是我妹妹，她自己跑到北京来玩，去剪了个头发，跟人多聊了2句，把自家产品给推销出去了。盛夏美发店。赵公子蛮时髦的哦。我姐那边给我来了一个电话。怎么说？她东北那边的朋友说见过谢福，姐姐妹妹长得很像，只不过妹妹比姐姐要矮一等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送谢青的时候，站在门口的那个女孩，跟谢青差不多高。你真的了解谢青？你想要说什么？如果凶手是谢青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姐姐，李叔说夏景书没在店里，我去看看。你会杀他吗？姐姐，黄婶母子的死状除了一氧化碳中毒之外，有没有别的可能？有没有可能是窒息？可卷宗里没记载他们脖子上有勒痕。那有没有可能有那种可以让人窒息，同时又没有痕迹的方法？裸脚，真孝格斗术的必修技。在卢瑞亨被吊死来之前，凶手应该用的就是这一招。
窃室日化厂在北京的分销部有很多货车，也有那些工具。你还记得那些树枝上固定滑轮的磨痕吗？看痕迹是野外喷发件，武力企业战生存课的内容。从那时候，小蛮半夜气走卢瑞亨，到把纸团交到我手里，再引警方发现黄沈母子的死因并非意外，再到小蛮找到韩珍珠写了那篇报道。是谢强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应该报警。你以为我没有报过警吗？这帮畜生能活到今天，背后都有人。虽然我们家有点臭钱，但在他们眼里，只不过是蝼蚁。现在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杀了他，消灭目击证人，要么自首。我会帮你找好律师，你自己选。你觉得我该怎么选？选择权在你，不在我。我选1，你就算渎职，以后没办法好好当警察。我去自首，你会因为亲手把我送进牢里而自责愧疚。怎么选都不合适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杀了他，你再抓我走。哎，他虽有错，但罪不至死，你不能杀他，你说话呀！你拦不住我的。我拦不住我也得拦啊！他跟那些女孩一样，都身不由己，都是棋子。你要是厉害，把那些狗屎那个被我全都……有我在，你别想动他！老胡，你他妈死了！拉着他呀！